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必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世界为你而绕？最单纯的感动，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，却输掉拥抱。有什么值得炫耀？吃药啦！要吃巧克力。吃药。吃巧克力。我说吃药。吃巧克力。什么巧克力？现在是吃药的时间。4点30分是吃巧克力时间。你怎么像个小孩子？拜托，我很忙的，请你合作。不吃药要吃巧克力，不吃药要吃巧克力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不吃药要吃巧克力，不吃药要吃巧克力，不吃药。周杰明。小颖，4点30分了，周杰明要吃巧克力。护士小姐，你把药给我，我让他吃吧。好吧。周杰明，你先吃药，吃完药我陪你去楼下买巧克力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小颖要吃巧克力吗？不了，你吃吧。好。周杰明 ，Chris 说要帮我找律师，我要把属于我爹地妈咪的一切要回来。我找到了我爹地的日记，我现在正在仔细看，我希望从里面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把谋害我家人的凶手找出来。周建明，你怎么啦？小颖看到了吗？啊？小颖看到了吗？花看到了。开了，开了。花开了。花开了。没看见。周建明，走吧。花开了，花谢了，树叶萌芽了，树叶飘落了，天空蓝了，天空白了，太阳升起了，太阳落下了。为什么小颖没有看见？我要你帮一个人打官司，他叫汤颖，他爸留给他的财产被他大伯给吞了，他现在在康健医院302号房。20万对你这个大律师来说，小儿科嘛。你从我们家赚的，至少200。这一切都是司徒东城在背后操纵的。司徒东城这家伙不简单啊！不要再说了，爸已经吩咐了，不能够动司徒东城，所以我帮不了你。你和他的恩怨，还是你自己解决吧。哎，杨先生，
思玲姐在见人啊？是啊，谁呀？他弟弟。要我通知他吗？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杨天威是只老狐狸啊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。姐，你应该看看你自己现在的表情。你恐惧，你害怕，你怕杨天威那只老狐狸，怕得要命啊！你不要再说了。他救过我，还栽培你当牙医。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天哥的事。姐，你醒醒吧！你以为杨天威是真心诚意对你好吗？他不过只是在利用你当他的工具，帮他把那些见不得光的钱洗干净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给我听好，不准你再跟那些人接触。你担心杨天威会把我杀掉是吗？我知道，他心狠手辣，有什么事干不出。可是我不怕他，就让他冲着我来好了。如果他有胆的话，就把我给杀了。你明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你，为什么还要说出这种话，让我伤心呢？姐，我是心疼你啊，我不要你被杨天威欺负，不要你当他替死鬼。你告诉我，你愿意离开他吗？我不能离开他。不能，还是不敢？你不敢离开他，就证明你心里怀着恐惧。你知道太多他的秘密了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你爱他，而是因为你怕他。姐，不要害怕，要相信邪不能胜正，和警方合作，协助他们收集杨天威的犯罪资料，这才是你的出路。要不然，连你也难逃法网，被杨天威毁了。你好好想想吧，我先走了。浩宇，好久不见了，来看思玲姐。有没有时间？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那改天吧。哎，杨先生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去通知蔡小姐。不必了，我刚和她通了电话，她知道我要来。进来。玲姐，郑峰，找我有事吗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份计划书。好啊。我在外头碰到浩宇了，他的脸色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。是吗？可能刚才被我训了一顿，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这个弟弟啊，让我很头痛。上回我流产的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他要我离开你爸。郑峰，这件事你千万别让你爸知道。好啊。其实这件事，我一点都不怪你爸。他对你母亲的爱，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。其实是我自己不好，以为事隔多年他会……你看我，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呢？可能是上了年纪，牢骚也多了吧？你别见怪啊。玲姐，我爸对你怎样，相信你最清楚。我爸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他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我知道。那我先走了。他的城府比他爸也要深。
希望他没察觉什么不妥。杨天威老奸巨猾，而且疑心病很重，所以我们才选择接触你，而不是你姐姐。这也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。我了解，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说服我姐。好，但是我们不能等太久。我们一采取行动，你姐姐将会成为杨天威的替死鬼，以被告的身份面对法律制裁。当然，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杨天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说服我姐，让你们把杨天威绳之以法的。哎，还是不行啊！司令，你来吧。司令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烦恼？你眉头紧锁，骗不了我的。司令啊，你不告诉我，是怕我担心呢，还是觉得有问题，我解决不了？天哥哪里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？真的是没什么。最近公司的事比较多，我呢大概是上了年纪吧，精神不比以前，真的是有点累了。我明白，你工作辛苦，可你要知道，我也少不了你，我也想让你可以早点退下来，过得舒服一点。不过一时上哪里去找信得过的人代替你？天哥，根据我这些日子的观察，郑峰担得起我。还不到时候。司令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绝不会委屈你。天哥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其实这几年你给我的已经很多了。别傻了，全世界钱是最实际的，千万不要嫌钱多啊！走吧。你弟弟那间诊所太小，也该换一换了。这地方够大，好好装修一下，开间牙科中心。叫浩宇请几个牙医自己做总裁，那样才有做自己事业的样子。啊？要开展事业当然好，但是这地方是黄金地段，租金肯定是不便宜的。买下来就不必付租金了。来，进来看看。你抽空去一下律师楼，把手续办一下。这里我已经买下来了，你的名字，钱嘛当然我出。这么大一个单位，起码要过1000万吧？2300万。天哥，我不要，你把这个单位转卖出去吧。你非要不可？我不要。你得要。我干嘛非得接受啊？跟你在一起，不是要图你的钱。我没说你图我的钱。你已经给我很多了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，司令，你急死我了，真的是。哪有人像你这样子的？送人2000万的东西，还在那边着急？我当然着急。你不接受，我怎么向你表达我对你的心意呢？你对我的心意，我还不明白吗？你就是不明白。哎，心意是会改变的，有时候多一点，有时候少一点。以前的心意和现在的当然不一样。以前给你的那是那个时候的心意啊，现在给你的是现在的心意。那是说，以前你爱我多一点，现在爱我少一点，还是说现在爱我多一点，以前爱我少一点啊？哎呀，你这样的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嘛？你呀，你就是喜欢捉弄我。我呢，没读过什么书，不会讲浪漫。上回送你颗宝石，
也在吃榴莲的时候。哎，我更不会说什么“我爱你”肉麻。我能做的就是送你这些。你要是不接受，我怎么向你表达我疼你，我在乎？天哥，我知道你只有这个弟弟，你很关心他。你和我在一起呢，除了守名分，和夫妻没分别。所以你弟弟就是我弟弟，算是让我尽点力，好不好？那就对了嘛。好，你那个弟弟很有性格，千万别告诉他这是我买的，我惹不起他。子清失踪了，2个孩子也不知去向，一定是他。他已经失去理智，子清落在那个疯子手里，命运如何，我真是不敢想象。我们真的是太大意了，竟然让他逃脱。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？子清是谁？那疯子又是谁？难道我爹地、我妈咪和我哥的死跟那疯子有关？你好，请问你是汤小姐吗？你是？我是汪律师，是 Chris 的朋友。被人家打得像猪头一样，痛不痛？我问你，痛不痛？痛，哪里痛？这里痛。他脚都要断了，你的大屁股坐上去不断才怪。坐到你的脚也不会吭一声，我真的是被你气死了。还有你呀，假好心，说带我儿子去吃东西，吃到这个样子。那也怪我干嘛呢？我买了咖啡回来就不见他踪影吗？哎，这叫爱情的魔力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爱情的魔力？他不是去找小颖吗？被人打成猪头吗？这不是爱情，那是什么？真的是红颜祸水。自从他来我们家之后呢，我儿子呢不是这里伤就是那里伤，唉，这叫考验啊！爱情要经过考验才会开花结果的嘛。哎，你的死人头啊！他连我这个老妈都不懂得爱，他懂什么爱情啊？我看不要再让他回来了。哇，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啊？我宁可绝情一点啊，好过我儿子啊再去被人家打得像猪头啊！大消息，大消息！哇，吓死人了！吓死人啊！这里又不是你哥一个病人，这么大声干什么 ？Sorry， 跟你们说一个天大的消息。大伯公出真字。大伯公这么空闲啊，出真字给你这种烂赌鬼。人不恨财不富嘛，我也想发财啊。对了，老爸，你快要发财喽，而且是发大财。财从何处来？先从小颖来。小颖？小颖在哪里？哎，吃饭啊！原来小颖她的来头很大的，她是个身家丰厚的千金小姐。此话当真？一点也不假。你在演大戏呀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跟你们讲，有一个大律师去找小颖，然后跟他说他要帮他争回父母留下的财产，不过这笔财产在他大伯的手里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大律师说他有信心把财产夺回来。财产哦？你多少？好像有好几千万呢。哎，你没听错吧？这真的有好几千万啊！除非我耳聋，不然想应该是说我爹地的遗产好像有好几千万呢。哇，发达啦！发你大头鬼啊！钱又不是你的，你这么开心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救命恩人呐！如果他拿回财产的话，哎，那意思是给我们300-200万的话，我们还不发达吗？对，小颖说过，他会好好的报答我们的。我们对他这么好，他不报答我们，报答谁呢？儿子，嘿嘿，你真有眼光啊！再变几只猪头都值得。你要死啊！这样做我儿子？100万老婆啊，不要说猪头啊，叫我牺牲我都可以啊，变烧猪都可以了。好啊，那你就做你的烧猪。真的有好几千万。老妈，你眼睛睁那么大干嘛？
老爸你也是？哎难道这就是见钱眼开？小雨，小雨，你醒啦？是不是他吵醒你？我连放个屁都不敢大声。不关我的事啊。小颖 ，Hello。我们来看你啊！来，我炖的补汤给你喝。我买了水果。还有我带了杂志。别动，你躺着躺着，我喂你喝。我帮你调整床位，让你舒服一点。那我做什么啊？我帮你啊。你们怎么啦？我们怎么啦？你们突然变得好奇怪哦。都是你啦！嘴巴这么大，还笑到这样，你要吓死小颖啊！是你呀！你平时说话好像装了一个扩音机，今天他说话好像蚊子在叫。就是我。当然是你的错啦！你按摩到人家不自在。你们到底怎么啦？除非我耳聋，不然小颖应该是说，我爹地的遗产相信有好几千万。这句话不是我刚刚说过的吗？发达喽！老哥在学你耶。发你的大头鬼，钱又不是你的，你高兴什么？轮到你。我们是小颖的救命恩人。他夺回财产后，只要意思意思，给我们个300-200万，那我们还不发达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要死啊！你又不是录音机，干嘛重复人家的话？原来是这样。小颖啊，你不要觉得我们失礼啊，我们只是什么？现实一点点。还有加见钱眼开一点点。花姨、根叔、春丽。我知道你们一家人都对我很好，我爹地的确留了一大笔遗产给我，我如果真的拿到的话，是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只不过你们突然对我那么热情，我真的有点不太习惯。都是你啦！是我平时对小颖太凶，要温柔一点，问你的大头鬼啦！你不是说我一天到晚只会躲吗？对小颖一点也不关心。哦，来。又关我什么事？关你事了出的馊主意，说要对小颖温柔。我的大头鬼！你干嘛抢我的话？你呀，年纪小小的，馊主意这么多，以后长大该怎么办呢？是哦，你们两个很奇怪哦，我还不是你们两个生的，上梁不正下梁当然有歪了。说你们，人不见了。我读了我爹地的日记，我发现有很多疑点。我越来越相信，我家里人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的，是一个恶毒如魔鬼般的人，想要杀害我全家。魔鬼？对，魔鬼。他是一个夺走我家人性命，连我也差一点死在他手里的魔鬼。汤颖，失去的你一定要夺回来。冤死的，你一定要帮他们报仇。小颖不见了，小颖不见了。我怎么会不见了？我不是就在你面前吗？小颖不见了，小颖不见了。周杰明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是说我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对吗？没错，现在的小颖和以前的小颖不一样了。现在的小颖心里充满了复仇的火。可是，不管是现在的小颖，还是以前的小颖，周杰明永远都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读完我爹地的日记，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。我
家人的死不是意外。凶手是谁？日记里没有线索吗？我还在找。唐颖，亲如你的大伯也会算计你，但是我要你知道，你可以相信我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孤独的一个人。只要你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在你的身边。谢谢你 ，Chris。杨先生，你也来了。汪律师，请你尽力的帮汤小姐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汤小姐，我刚刚收到令尊律师的回信，这一份呢就是令尊所立下的遗书副本，还有遗产清单，你看看。汤颖，我看我先走。不用，你不是说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留下来。汪律师，你继续说。遗产总数有8500多万，那么多，怪不得我大伯要逼我就范。这样吧，汤小姐，我看你需要一些时间好好的看这些文件。我先回律师楼，你要是有什么指示，尽管打电话给我。不用了，王律师，我的指示很简单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爹地留下来的一切，钱、房子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去处理。谢谢。梁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唐颖，那我也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他那笔钱什么时候可以给他拿回来？遗书上面是写得很清楚的，没有争议的部分，所以现在最重要就是要给他找一个专科医生，证明汤颖小姐她的心智正常，那这起官司呢很快就能解决了。对了，郑峰啊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做的吗？你该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帮他吧？怎么？我有那么邪恶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那笔钱实在是太大了。你想要多少？这个嘛，当然是由你来决定。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我可以让他签一份文件，把他所有的财产授权给你处理，你觉得呢？那真的是凄惨无比啊！弱肉强食嘛。弱肉强食，可不是。现在就连他身边最亲的人，不也是虎视眈眈？你的意思？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办。事成之后，我要2成。嗯，谢谢。这人是谁？没事，你先走。周建明，你怎么没留在病房里面？你为什么跟在我的背后？周建明听到小颖的名字。那你还听到什么？你不是好人，你是坏人。哦，为什么我是坏人呢？你要小颖的下场凄惨无比。你不是好人，你是坏人。周建明，好人和坏人不是这么分的。来，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。周建明，我问你，你会把刚才听到的事告诉小颖吗？周建明会的。你可真老实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告诉小颖。周建明要告诉小颖。
你不能告诉小颖。为什么？你说我把你从这里推下去，你会怎么样？死。那我呢？被警察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推周杰明下去，你是罪犯，警察抓罪犯，罪犯要坐牢，杀人犯要判死刑。那就是说我是坏人了，对吧？是，你是坏人。我不是坏人，你才是坏人。不，周杰明不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不，周杰明是坏人。不，周杰明不是坏人，周杰明不是坏人，周杰明不是坏人。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会害死小颖。周杰明会害死小颖。不错，你会害死小颖。你是害死小颖的罪魁祸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小颖会死掉？为什么周杰明会害死小颖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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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让我来告诉你吧。因为坏人是会杀人的。你要杀人？我没说我要杀人，我是说坏人是会杀人的。如果你认为我是坏人的话，那你说我会不会杀人？会的，你会杀人。你的答案真直接。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告诉小颖了吗？周杰明知道，因为你是坏人，坏人会杀人。如果周杰明告诉小颖，你就会杀掉小颖，小颖就会死掉。如果小颖被这样掐住，会不会死？那你想她死吗？不想。周杰明，我现在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给我好好的听着。小颖她不会死，只要你离她远一点。周杰明离小颖远一点，小颖就不会死。对了，你是一个自闭者，封闭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同。自闭者不是一个正常人，一个不正常的人怎么可以和一个正常人在一起？所以你还是留在你封闭的世界中吧，要不然，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总有一天你会害死小颖。周杰明会害死小颖，周杰明会害死小颖。周杰明，我们出院了。护士小姐，请问周杰明去哪里啦？他刚走了。走了？周杰明，周杰明，周杰明，等等我！周杰明，你怎么了？周杰明，你别走那么快啊！周杰明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等我一起出院？为什么我越叫你，你越走得急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周杰明，你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告诉我。小颖不要过来，小颖不要过来。好好，我不过去。可是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？周杰明不能说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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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说的。哥叔，周杰明回来了吗？回来喽。周杰明，周杰明，周杰明，快开门好吗？哎，你们不是一块回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没有等我就自己出院了。我去追他，可是他却叫我不要跟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也不肯说。哎，正常啊，正常啊。他呀，时不时做出一些你抓不到头脑的事情的。哎，好像我一样啊，他到现在不肯叫我老爸，我习惯啦。不会的，
周建明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，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周建明，快开门好吗？根叔，你有没有另外一把钥匙？没有啊，就算有你也拿他没办法的。小颖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是自闭的，他头脑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想什么你也猜不到的。哎，我们是地球人啊，他是莱雅星人。总之呢，他跟我们活在不同世界里边啊。我知道你关心他，我们也很关心他呀。不过呢，我们有我们的生活要过，你也要去过你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爸爸的遗产给夺回来。阿吕，杨律师还没到吗？我已经打过几次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接。他知道3点会议吗？昨天提醒过他了。妈咪，快救妈咪！快救妈咪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咪，叫我救她。快救妈咪！不要，妈咪，妈咪不要死，妈咪，对不起，妈咪。你为什么不救妈咪？妈咪。为什么不救妈咪？我要救你的，我真的要。为什么不阻止他？妈咪那么疼你，为什么不救我？我知道你疼明慧，对不起。妈咪现在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明慧。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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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阻止他的，你可以，可是你没有。你要是救了妈咪，妈咪就不会死。妈咪不会死，是明慧没用。对不起，妈咪，我不要你死，我真的不要。妈咪，对不起，妈咪不要走。不要离开我，念青，念青，爸进来了。念青，你怎么又喝酒了？不许再喝，不许再喝了！让我喝，不能喝了，你昨晚就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现在还喝，你不要命了？我醉了，什么都听不见。看不见，念青，你看见什么？听见什么了？啊？我看见妈咪，她要我救她，她很痛苦，真的很痛苦。念青，听爸爸说啊，你妈咪她不痛苦，她在另外一个世界，她很开心的，真的。妈咪死了。谁说的？死了！你别胡说啊！谁说你妈咪死了？
你妈咪没死，她没死，她只是失踪了。妈咪死了。你妈咪没死，她没死，她失踪了，听见没有？妈咪，妈咪。念青，念青。我知道，杀死你的人，杀死你的人就是他，杨天伟。妹妹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给我闭嘴！杨振峰，是你杀了 Alex，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是你杀了妈咪，杀了 Alex， 你该死！你是魔鬼，你是魔鬼，你是魔鬼，你是魔鬼！够了，不准你再说了！我干了什么？这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做的，真的是。念青，爸爸求求你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可不可以别这样了？你这样，爸爸很心痛。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做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真的不要这样，我不要杀你，我不要。汪先生来了，汪先生请进。你们这律师楼，怎么连一个律师也没有？我已经通知你的秘书了，说杨律师今天有点事，你要不要找个时间再约过啊？不必了。杨小姐在不在，根本都无所谓，因为这起官司是你一个人在督导的，不是吗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司徒东城，不要在我面前演戏，也不要以为你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击垮我，太天真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谈的是和解的事。OK， 我们谈和解。20万的和解金拿去，不过记住，不是因为你们胜利，而是因为我给杨小姐面子。对不起，这和解金已经调高到40万。这20万的和解现役，在昨天5点之前已经到期了，你没有在期限内答复，所以这个和解建议已经无效了。逼人太甚了。哎，只是跟一个烂女人玩玩罢了嘛。我肯付出这20万的和解金，都已经是很偷笑了，你们还想得寸进尺？不，这不只是玩女人这么简单，你还打伤、虐待我的当事人。大家 happy 吗？这种事情是你情我愿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当事人并没有同意啊。这种女人的话能相信吗？她只是想要趁机敲诈，就算真的是闹上法庭，你们也不一定能赢我。40万，做梦吧！给我听清楚，我是绝对不会接受你们这种荒谬又可笑的和解条件。我再重复，和解金40万，而且这新的和解现役在后天的5点之前截止。在那之后呢，我方将不再接受和解，到时候唯有在法庭上见。你很想玩是吗？好，那我就陪你玩。哎呀，我忘了，你已经不是律师了，我们不能够在法庭上针锋相对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会让你在大众的面前无地自容，你会败得很惨。王连洲，败的人会是你。我就算没有办法站在法庭上跟你针锋相对，我也会让你身败名裂。
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